欢迎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走进天津卫视的大型情感节目《爱情保卫战》。本节目由中国广电天津公司独家冠名播出。看电视享5 G， 选中国广电。亲爱的观众朋友，打开抖音，搜索《爱情保卫战》的官方直播间，并添加关注。我们已经在每天晚上的8点到10点开通了直播，我们的情感导师会在线帮您答疑解惑，你们还有机会连麦他们。来看看今天请到的几位情感导师是谁？他们是情感导师于博宏老师，欢迎；青年作家文吉尔老师，欢迎；相声演员曹鹤阳老师，欢迎；情感导师许巍老师，欢迎。当然，我们还请到了今天广电帮帮团的老师们，欢迎大家。接下来的时间就来看看老师们是如何帮助我们的嘉宾朋友走出情感困惑的。来了解一下这对的基本情况，请看。我们结婚20年了，小问题一直不断。最让我接受不了的就是他在孩子的教育问题上太大男子主义了，很多时候还都是光说不做。这么多年了，我也觉得非常的委屈。我在家里虽然想法很多，但是基本上都得不到实现。每次提出什么想法，也得不到支持啊。我只是想有点话语权，就那么难吗？有请这对夫妻，有请。男嘉宾侯先生52岁，来自北京工程师；女嘉宾陈女士46岁，来自四川职员。有请两位，有请。欢迎欢迎啊！结婚20年了吧？啊，20年了。50而知天命，到了这岁数还来我们这儿，咋了？其实是我想来啊，是啊，主要是就是想来抱怨一下、吐槽一下他特别大男人主义。比方，他喜欢在一些网上平台买东西，比方说买牛肉，一箱一箱的往家买。我说你不要在网上买东西，特别是买肉这种，我觉得不安全。我说咱们去超市买更安全一些，但是买回来我觉得我都不敢做给孩子吃，但是你要扔了的话又觉得很可惜。但是他就说了很多次都不听。我觉得首先这个网络购物这事儿吧挺好的，它方便。那你要分买什么？我在外地出差，可能你在家里带孩子，咱们也没时间出去买菜、买这个买那个的，那我就在网上买一些什么像水果、蔬菜什么的。我觉得我觉得因为咱也吃不了多少，比方你买个茄子、买丝瓜、买一箱。一箱完了以后，我们家加上2个孩子，孩子老大和老二都在学校吃，然后我们中午都不在家吃，晚上也就简单做一点吃，根本就吃不完，然后最后烂好多，扔了好多。他还说我说你给买那么多菜，你也不做，最后都扔了，你看多浪费。我觉得这不是个事儿吧？放冰箱里啊，你这不是关键说了很多回都不听。不是，我觉得这不是个事儿啊，这哪是个事儿？你倒回头一想，这个心我也不知道。是不是每个人这个思维方式不一样？反正我听你先生说，我挺感动的。就是一个男人知道自己不在家，经常不在家要出差，他惦记家里的人吃的好不好，他在网上买了他认为家里需要的东西。我觉得这个我听起来这画面特别温馨。这事儿不讨论了。还有好，比方我家不是2个女儿吗？老大是今年上高2了，她是小学的时候。就给姐姐报的那个学记忆力，花了20来万吧。我觉得其实报那个东西没有太大的作用，因为妹妹今年要上1年级了，然后她现在居然还要给妹妹继续报这个，我就觉得很不能理解。这个东西我是这么理解的，就是老师在课堂上讲一遍都知识点，老师1节课讲45分钟，那一天下来有6门功课。他不能保证所有的知识点都能记得住，这时候他运用这个记忆力就可以能够运用到。你比如我几个最简单的例子，就是他那个小学时候背一个质数，背质数100以内的质数，然后别的孩子呢都可能1个小时、2个小时才能背下来，但是我们家孩子可能3、5分钟就背下来了。我看到他那个记忆力是用另外一种完全不同的方法记忆，他是靠你的想象力来记忆的。交钱的智商税，我们没有用，绝对是不会是智商税的。我也说句实话，就是我们家孩子中考的时候，那是660是满分，那我们家孩子考了655分，
我觉得这个完全能跟记忆力没有关系吗？我这个不太同意，你知道吧？我觉得没有关系。因为正是因为他在这而且我再重个申一下，我绝对不允许妹妹也在学这个。不是我恰恰相反的认为，我是认为这个恰恰能够那个影响到孩子这个未来的，他能让他达到一个更好的一个成绩。咱们这节目叫《爱情保卫战》，不是学霸辩论赛。我就觉得他什么事情都必须要让我来听他的，都觉得我是对的，我是对的，你的不对。那就让妹妹也接着学呗。我不同意。不是，那家里面这孩子的学习归谁管啊？这学习呢是这样的，就是归谁管？得了吧，基本上就是他在床上躺着玩手机，我在弄妹妹学习。完了以后，他走过来，手里拿着手机，横着屏过来说：“你应该这样这样，你应该那样那样，你这样不对。”所以到底是这个您在反抗他对您的压榨呢，还是真觉得家里面的妹妹学这个记忆力没用呢？两方面吧。啊，我觉得那个老二我们俩还是有分歧的。我认为就是游泳课挺重要的，因为什么呀？你看他学不到1年的时间，他那个开始的时候，在学游泳课之前的那个半年时间里，他没有怎么长个儿，就个子一直没长。但是在学完游泳课的4个月之后，我没有说他游泳课不好，而是我只是说。咱们也不想着把他往那个体育特长生上发展，就没有必要说一个星期非得他要求他一个星期去4次5次游泳课，因为他现在从周一到周日没有一天是闲着的。我觉得没有必要。我也没想让他往专业的路上走，但是我就觉得呢，如果他能够对身体这么好的情况下，那为什么不多学一点，让他身体那个最起码新冠病毒来了以后，他不用有那么大的频率去啊。那你去年的时候，他那个甲流阳了，最后不是恢复的挺快吗？你看别的孩子呢，他不也阳了吗？他没学了呢，完了以后他一直没学的，他不没学的该阳也阳，学了的该阳也阳了。他们班一共才去了4、5个孩子，剩下的都阳了呀。我能插一句，可当然可以了。我觉得2位现在在针锋相对的，这是个教育理念的问题。不，他这个家里面就是夫妻活到这岁数就剩这个了啊！对，你让他们来吧，是你让他们说别的都没有了。就是我能现在大概其在我的这个概念当中，已经对2位在生活当中有印象了，基本的状态已经有印象了。状态有了，就是除了孩子，就对孩子人生规划，还有别的2位之间直接冲突的东西吗？对，因为孩子的事儿，我们应该大体都听懂了。对，他更多的就是觉得我智商比你高。然后我处理问题比你要全面，想的比你要多，然后你就应该听我的。然后比方说给我打个电话说，哎，有这么几件事儿，1怎么样，2怎么样，你就按这个办就行了。我觉得我就是一个，就只需要按照你的指示来办事儿，就是一个机器人，我不能有自己的想法。然后我就特别反感他跟我说话那个语气，就好像你是我领导，然后你来给我分配工作，我特受不了。我也解释一下，就是因为这事儿是这样，就是第一，你在外地出差这些事儿，我自己确实，如果我能回去的话，这些事儿我会处理好，然后我会不用你操心的，你知道吧？但你那种说话的方式我特受，就是我给你安排一个任务，然后你去做就行了，然后你要做不好的话，你还要检讨一下，不是什么原因你没做好？因为他这是一个复杂的事情，但是如果你不这么做呢，我试图跟你解释的时候呢，你就不听解释。你就告诉我怎么做就行了，然后我就会告诉你1、2、3、4、5，然后你行了，我知道了，就挺不耐烦的。结果最后做的时候，你谁那么跟你讲话，你会耐烦呀？你领导都这么跟你讲话，你只能忍。要是我这么跟你讲话，你会耐烦吗？我不耐烦，反正。可是你最后你没按照我这做，你不是还是没办成吗？没办成，那你还得让我检讨一下，然后是什么原因没有办成？没办成就没办成呗。不是，我就觉得我按照我这个肯定，因为我有成功的经验呀。我觉得你太大男人主义了，什么都得。不是，我就是一个机器人，我就不能有自己想法。不是这样的，但是可能因为工作或者其他方面的原因，然后我就抛弃了那种或者那种客套或者那种什么，我就直接的跟你安排了。我觉得这个确实是我的，确实是我的不对。大哥，你是做什么工作？工程师，就具体。我们做那个设备安装的。设备安装，你负责技术。对，我也做管理，然后管过人事，管过行政，然后管过生产，都管过，基本的。2位是怎么认识的？我们俩是网友，那会儿我做旅游，就在网上聊天，我们俩认识的。
您那个时候是在北京做，在北，京后来就见面了，见面了。多久之后嫁给了他？ 1年以后，04年吧，04年我们04年我们俩结的婚，03年认识，04年结对吧的婚。？幸福吗？总体来说，我觉得是幸福的。那不就行了吗？接下来再问第二个问题，这个男人优秀吗？不作为老公，算优秀吗？算优秀的。算优秀啊，这是优秀的男人。嫁了20年，嫁错了吗？没有。那你今儿跑到我们这儿来干嘛？拿我们开涮来了是吗？不是，就是想，因为想什么？因为反抗已经晚了20年喽。未来还有很多年了，我不想我们未来这么多还是像现在这样，给孩子也造成一些不好的影响。你们俩当着孩子面吵吗？吵啊，对，为啥？也是因为有时候控制不了。谁控制不了？可能都是，哎，有时候就话赶话吧，完了以后就是也是因为一些事儿没办成或者怎么样的，就我有些事儿是唯结果论的话，你要我是而且他要去吵架反思的从来不会让着我。哎呀，真是委屈了，他应该让着您，对吗？从不让是吧？为啥不让？因为吵的时候，其实都是把你们家20年夫妻之间沉淀出来的冲突，每人说3句话，就是一个人说3个点。您觉得问题第一个就是是什么？那个孩子教育孩子教育理念不一致，不一致，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对事情的看法不一致，但是谁也说服不了谁啊，我们达成不了共识。对，其实我是愿意把成功经验跟他分享的，但是啰嗦了啊！您这又高高在上了。什么叫我是愿意把成功经验分享的呀？对吧？那人家听了肯定不乐意啊。第三，我觉得就是冲突点的就是有一些生活细节，然后那个习惯不一样，啊，生活习惯不一样产生冲突。对，该您了。很多时候同一件事情观点不一样，他就非得让我承认我是错的，他是对的。还有就是像他刚刚说的孩子的教育问题，我们俩理念不一样。还有就是没了，好像没有了。好，那说来说去，这20年不就是压迫与被压迫吗？对吧？征服与被征服吗？可是又不甘于被征服，对吧？不就是这个吗？所以你们家这20年的爱情主旋律，不就一个词儿吗？反抗，再加一个时间概念的话，叫反抗到底，谁也不服谁。现在这个孩子大了是吧？大闺女大了是吧？对。大闺女算是成功作品吗？我觉得挺成功的。啊，老二呢？老二现在今年上1年级，还没上呢。1年级9月份。啊，老大成功吗？他觉得成功都是他的功劳。不是，我问你成功吗？你老说他干嘛？我挺为我女儿感到骄傲的。我觉得她是成功的。那不就接着把老二再复制一个骄傲版本，不就完了吗？那还较什么劲呢？可是我觉得那还较什么劲呢？就是老二要继续在因为老大之前的一些问题继续来吵。是不是说老二就是如果换一条思路可以变得更好？我觉得我不想老二那么累。啊？就像老大那会儿学舞蹈，劈叉劈不下去，他直接上脚去踩。对呀，我就觉得特受不了这点。后来我就没敢在老二那儿。就因为这个跟他大吵一架，后来他就那个，现在然后说老二学舞蹈也一样，而说你要学的话就得学得像金晨那样。好。我是这样觉得，就是你学。行，你们俩习惯性的对抗，不要把我们往沟里带。再问3个问题，你还爱他吗？我爱。你还爱他吗？我也爱他。你娶她后悔了吗？没有。你嫁他后悔了吗？没有。确定说的都是实话吗？2位？是实话。我确定，因为从开始看见他那个一见钟情开始，一直，我觉得到现在。他给我生这么2个可爱的孩子，所以你说你们在这闹什么呀？我说这个就是这个主题吧，叫不服气嘛。
我来梳理一下，看我梳理的对不对啊？家里有2个孩子的时候，当老大，父母觉得养得不错的时候，通常在老二的问题上，会有更高的期待，要修正的。因为老大基本上面算是一个照书养的实验品，对吧？到了老二的时候，容易走2个极端，一个要求更好，一个是因为看到了老大的辛苦之后，希望能够放松一些。我就第2种。其实是2个极端。对，爸爸现在的想法至少要保持，妈妈的想法说保持太累了，咱能不让孩子这样吗？这是2胎父母的第一个反思，这在你们家淋漓尽致，这容易打，因为谁都说不清楚谁是对的，谁是错的。那通常在这个问题出现的时候，就容易怎么样？容易上升到价值观的高度。所谓的，你是我领导吗？一定是你说了对吗？你这么说我是因为你的智商比我高吗？是吧？对。哎，都是这样。因为他就认为他智商比我高，对吧？如果再加上其他的别的什么因素的话，那这个火气就会更大，夫妻往往容易冲突，这是其一。我听到的啊，关于孩子，这都是这样。第2，到了这个年纪了，女性可能老大很辛苦，老二刚好上小学，这个阶段对她来说挺辛苦的，是吧？对，这种交叉阶段特别辛苦。正好是闺女儿上高2了，闺女儿上高2嘛，你后退个6年嘛，小学5年级，又牵扯老大的升级，又有老二新生命的到来，初中又有大姑娘的青春期，就各种这个妈会变得特别特别的焦虑。因为她每天晚上写作业写到12点，是吧？我都陪着一起。对呀，现在终于觉着1年级了，可以松口气了，怎么这爸爸又开始紧？给我紧不说吧，我基本也快到了这个女人的这种情绪波动特别大的时期了，就有点秋后算账的意思。我听起来无外乎于此啊，20年拉拉杂杂的，因为有个前提，就是我们很少见到一对夫妻啊，说还爱吗？还爱，后悔吗？不后悔，眼含热泪，你可以感觉到他们那个感情很深，但是就是这些矛盾和冲突。让他们觉得累，累吧，也相爱也累，怎么办？各位老师，教一些相处之道吧。让我们一起进入丘比特问卷。丈夫，很显然，您属于3高：高智商、高学历、高支撑。但是由于自己的高，在家也是高高在上的。所以今天他在这个场合说：“你多让着我一点。”我认为，作为丈夫，爱着自己妻子的丈夫，对这样的要求，我们可以不加任何条件的接受的。尤其在很多的家庭，夫妻肯定要吵架。我认为，在婚姻家庭当中吵架太正常了。不吵架那是不正常的，说明我们连吵架的激情都没有了，我们已经漠视冷漠到最后让家平静的像一片荆棘，这样的家庭是不正常的。但是吵架，做男人的一定要记住，第一个退出战场的一定是我们男人，并不是说我错了。只是我更珍惜这个家。谢谢包红兄，罗老师。从我角度来看，我觉得第一点就是，我觉得你们首先要做的就是先维护好你们的夫妻关系。我觉得这是一切的根源。就是家里其实不需要辩手，也不是辩论赛，但是有一点就是，因为我在家里，因为我也有爸爸妈妈，就是如果他们俩同时在教我一个事情的时候产生分歧的话，我真的很容易产生认知混乱。所以我建议的是，就是如果你们俩，比如说是姐姐你先教了孩子，就算这个时候大哥你有什么不同意见，你也不要在他教完了之后立刻来干扰他的讯息，否则你的孩子在接受讯息的时候，他会觉得说啊，那这样到底是对的还是错的？
从那以后，他第一个他会养成第一，他对于信息的，就是判断能力会出问题。第二个就是你对他以后的人生很多做决定的时候，他容易左顾右盼。还有一个就是可以听一听小朋友的心声，因为你们两个归根结底其实都是为了小朋友好嘛。但是更多的是要让他自己拿主意，而不是你们两个去替他拿主意。你们有你们生活的时代，我们有我们生活的时代，未来的小朋友有他们所身处的时代。这个社会是瞬息万变的，你要让他有这个能力，这个能力一定不是今天我在父母之间选 A 选 B 的能力，而是他未来在面对同样的环境当中，他的思辨能力和他是不是敢去做选择的能力，这是我作为小朋友来说的一个出发点，说的想法。谢谢回老师，曹老师。这个我算见识了，二位的战斗力真的挺强的，这确实是有理有据的战斗力非常强。我就从我的感受说一下啊，二位在说话的过程当中，赵川老师不管问出什么问题，二位总是肯定的回答之后，下意识的就要讲一下我这句话的原理是什么，我为什么要这么说，我是出于什么样的逻辑跟原因才做出这个决定的，所以我是这么想的。两位全都是这个逻辑思维，这个可能用在学术上是很严谨的一件事啊，但是我觉得在家庭生活当中大可不必，累，特别累。两位说的在某些层面上全部都对，只不过俩人在这个问题上争论对错，我觉得没什么意义。尤其大哥，我说您啊，您确实是可能因为工作的经历呀，还有这个各个岗位都来过，加上您这年龄，您确实会得多，懂得多，人生阅历也多。但是我觉得在家庭上不用那么较真儿，非得去当老大，告诉他一定是正确的。再有一个，大姐，我问您一下，就是这大哥出差的时候告诉您这个办事儿1、2、3这个步骤，如果您没按这个办，他会生气吗？会。哎，这就是问题了。您都不在家，您管着人家怎么干吗？您这会儿应该是主动的说，哎，我给你个建议，应该怎么做，你看看合不合适？这种语气才是两个人和谐相处的一个过程啊。就刚才都说这个孩子的问题，我只想给二位一个建议，就这个战斗的这个基因是会遗传的。以后真的您闺女要找一个这个特别老实的姑爷，不得把这姑爷欺负死啊！所以那他们可开心了，不是开心了，但这姑爷委屈，回头跟姑娘闹别扭。你说二位，你们说跟他干，跟他打，你们能这样吗？跟他掰扯，跟他讲理，可能吗？那人家过日子，但是表率已经出来了，我爸妈就这样，就得分出个对错来，不许让步。我觉得这个就完全没有必要。二位可以关起门来，自己怎么辩论都可以，但是孩子这儿一定要起到表率。我说完了，谢谢曹老师，曲总。来，我分别问两位一个问题哈。女士，刚才说到您的老大的女儿是吧？是成功的，是吧？你骄傲的，对吗？骗人。你只是指的是她的学习那个分数，整体你是满意的吗？整体我是满意的。为什么不能让老二跟着老大的这个模式走呢？结果是满意的，但是过程很辛苦。哈哈，你要哪个？我吃3个包子能饱，我能直接吃第3个包子吗？所以你要什么？这就是你身上最大的问题。你的想法和你的感受总是在自相矛盾。所以有的时候不是老公的问题，而是你自己在决策的时候你不笃定，你焦虑。焦虑的人才会产生这种自相矛盾的这种决策感。老公，不是，这位大哥啊，问你一个问题，就是当发生争执的时候，你们之间关系发生一个观点争执，是听谁的？你是部门领导，你又是工程术技术大拿，都听你的，下命令，菜单1、2、3、4，对不对？那你告诉我，到底最后听谁的？你们家里你们是50%啊，没有谁高过对方的权限一格，对吗？你得用你的高智商，然后去想办法去能够说服他，让他认同你，是不是？所以说，当你明白这个排序的时候，你就知道我们接下来的问题，你们的矛盾怎么去解决了。
一个人的成功，一个孩子的成功，一个家庭成功，不是只看单项，要综合的，对吗？你即使让孩子的记忆力再强，但他自己的幸福感不够，请问他会觉得自己成功吗？如果他始终是在于父母争吵、矛盾频发的这种环境当中生长，他自己会觉得自己是成功的吗？你可能会觉得他成功，那是你在借助于孩子达成自己的目的和自己没有达成的那个期望，所以你是给到孩子他不应该去担负的责任，你就错了，对吗？我们真正的是让孩子能够快乐的、幸福感满满的去成长，是吧？就这样。谢谢曲总。来，帮帮团的老师那边还有。哎，你好，作为广电帮帮团，首先我其实挺想先肯定一下这位爸爸。我觉得您的这个父爱如山，不是说像雪山一样在那儿屹立着，您是真的参与到了孩子的成长。但是孩子的这个成绩不是您一个人的功劳，你也不能否认妻子的陪伴跟付出。所以呢，我认为这个家呀，它是一个讲爱的地方，它不是一个讲理的地方。所以我建议您也调整一下您的沟通方式，把这个我认为变成我建议。您试着这样去跟妻子沟通，然后多去肯定她。谢谢，来老师。婚姻20年，其实我觉得在这里面评判谁对谁错没有太大的意义。我们更多的探讨的是婚姻的相处之道。那给到2位的一个3句话：女生对男生多体谅对方的难处。您对他多包容对方的短处，2位共同多想对方的好处。那建议妻子，其实做一个无脑的小女人不好吗？在我听来，其实丈夫的这个决定吧，尤其是教育理念，其实它是有一套完整的系统性的思维逻辑的。那给到丈夫的建议就是，其实我觉得妻子跟您的争辩啊，更多的就是在您拿到结果的时候，您能由衷的对他说一句“军功章上有我的一半，更有你的一大半”，他要的就是这个。绝配，也绝对的痛苦，太较真儿了。你要想在家里面没有那么多烦心事儿，你知道怎么做吗？我不知道。老婆说什么就是什么呀，就家里面一定是1人主事，2人主事一定乱。放手不管了，老婆说干嘛就干嘛，那就是考验谁能够让步。家里面让步，其实我观察，生活里让步的都是力量大的人，就真强的人会让步。就男的在外人面前也好，你可以感受得到，他不是真弱，他是示弱。我表现得很弱，我是真弱吗？我是示弱。你今天在这儿说一句，你说老婆你智商比我高多了，快说一句。老婆，你智商比我高多了。哎，你这多好！还有什么？你说，你看乐的，还有什么？以后如果发生矛盾的时候，你让着我。我听你的，我听你的。对，没有矛盾，你应该说没有矛盾，哪有矛盾？都听了哪有矛盾啊？行不行？这行不行？行。行不行？行。我跟你说，自己3个月以后就求你了，老公这事儿该怎么办了？你就3个月，你看看，别人总觉得掌舵那个特别容易，因为掌舵的就发话的，我是摇橹的，我累。那摇橹的哪知道真掌舵的比摇橹的累多了，他得承担很多责任，他得做各种规划，对吧？学会了，行吗？行。你看我们这儿多好，我们这儿专门是给妇女同志找权利的，是吧？哎呦，高兴的。就是我们俩商量着来。这不商量，您说了算，你们俩没法商量。你看，你觉得管用吗？你看见了吗？你看见了吗？你得这样，你较真儿，越吵是不是越拱火呀？哎呀，其实也挺让人羡慕。结婚20年，爱不爱？深爱，后悔吗？感激嘛，都能流出泪来，就这种情感的质量还是非常浓的。哎呀，剩下的时间留给你们吧，让我们一起进入192就要爱真情60秒。老婆，20多年了，咱们俩已经有了一个
很好的家庭，而且有明理的双亲，还有2个可爱的孩子。老大呢学习非常优秀，但是性格有些执着。老二呢，就是比较会体贴人、懂事，但是又比较淘气。20多年前，在婚礼上，你说我爱你，那今天我也回应一句，我爱你。我也爱你。哟，这太浪漫了，这个。从03年到现在，咱们俩相识、相知、相伴，我也从来没有后悔过。我希望我们以后多一点有效的沟通，把我们的小家经营得更好。我会配合你的。行，你看，你就得这样多好啊！你应该说我会听你的，什么我会配合你的，示弱啊！这个世界示强太容易了，得学会示弱，那是大智慧。谢谢2位啊，请回。哎呦，我都想跟着抹眼泪了。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欢迎通过金鹰 APP、天津 IPTV 网络电视、万事达手机客户端观看本期节目内容。欢迎登录优酷视频、腾讯视频收看节目的完整内容。登录抖音搜索“爱情保卫战”的官方直播间，并添加关注。我们已经在每天晚上的8点到10点开通了直播，我们的情感导师会在线帮您答疑解惑，你们还有机会连麦他们。这个结局不用预测吧？真的不用预测，但是我越来越感慨，爱情保卫战，你看这个平台多重要啊！有时候夫妻真的没有什么，但是到这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聊开了嘛。老二，我自己确实也挺受教育的，是吧？双出。曹老师，双出。来，徐总，双出。我们来看看他们自己的选择吧，请开门。奔跑过去抱上。来，一起见证属于他们的浪漫，请见证。多抱一会儿。你以后对我好一点，让着什么都让着我。我让着你，都听你的。哎，请亮灯。不就来这儿夺权的吗？都给你。哎呦，谢谢2位，祝你们幸福，相信你们幸福。谢谢。请回。相信他们会幸福，而且人家一定会幸福。来了解下一对嘉宾的基本情况，请看。我们之前是异地恋，现在他毕业了，放弃了好机会来到武汉陪我，他觉得这是爱我的表现，但是给我造成了很大的心理负担，而且他现在已经开始出现抱怨的苗头了，让我的心理负担更大了，实在是不知道怎么解决这个问题。我从来没有后悔为了他放弃了好的机会，我就是不理解他为什么老是在强调这个事情，我觉得这是一种不信任我的表现，我该怎么办才能让他不再有心理负担？有请这对情侣，有请。张先生23岁，来自河南，医生；王女士22岁，来自河南，学生。有请2位，有请。欢迎2位哈，23岁就当大夫了？其实现在也是在实习阶段，然后在一家医馆工作。中医是吧？对，是的。不是挺好吗？长得又帅，又有一门手艺，对吧？今儿来干嘛？我们2个有些影响感情的一些小问题，但都不是特别大，所以我是想，还是和他继续下去，所以我才想来咱们这个舞台，然后让老师们解决一下我这个问题。明白了，今儿来抓方子的是吧？哎，是这意思。望闻问切啊，咱问吧，怎么了？我们2个，然后平时回到家了，我总是会跟你说，我说你回来之后你就把鞋给放好，你放在鞋架上，
每次你就夸扔到了那个门口，就那么放着，然后包括钥匙，你就挂在衣架上又能怎样？你每次就是因为你这个钥匙乱放的问题，我们叫了几次开锁了，叫一次200多，叫一次200多。这个有解决方案，咱直接买一电子锁。钥匙这事儿我有同感。后来我们家真换了那个，你看数码锁是吧？对，都这样，都这样。我们家也是电子锁啊，都这样。对，这样比较方便啊。啊，对，你看什么都不用带了。对，所以你说的是一个很多男人可能就是这样啊，这问题不大啊，没事儿。说第二个。我是在武汉上学嘛，然后呢，我们俩老家都是河南的，他是在河南上学，但是呢，他决定毕业之后就来武汉找我，就会让我压力很大，我会觉得说是我可能影响到你自己未来的发展了，我觉得我承担不了这个责任，我也在一开始我就告诉你，你应该以你自己为中心，而不是说我去哪儿你就要跟着我来哪儿。你不仅让我压力很大，我觉得也有影响到你的前途吧。我也只是想跟你能有一个伴儿啊，我也只是想在这个人生地不熟的地方，我能陪着你，我能一起，就最起码你在这个地方能有一个你熟悉的人，能够，就有什么事情你可以找到一个能开口说话的人。好，你说的这些，我当然能理解，我也特别感激你能这么想，但是日常生活中你做的一些事儿，包括说的一些话。每次在我听来就是，你为我付出了多少多少，你想让我给你一些反馈，但是又不是我逼你来的，我凭什么呢？举个例子，就比如说他在心情比较烦的时候，或者说是晚上我们俩见面了，然后他就会突然就是说，哎呀，我很想念当时上大学的时候怎么样的，我和我的朋友也都好久没见了，然后我为你来武汉，你看我离家有多么的远。就类似于这种话。我当然怀念我在大学期间的一些朋友，以至于在我们老家那些的一些朋友，然后他们过来找我玩，我觉得这也是我怀念我以前的一种方法呀。那他们来找我，我觉得我们适当的接待一下他们可以啊。但是你不能说是你朋友一来将近1个月，待那么长时间，住到我们那儿，我们一对情侣，然后他过来住了。是有点没边界感啊！就比如说那天晚上吧，我们说好了6点在家里集合见面，然后想着你朋友好不容易来一次，我们做饭给他吃。武汉嘛，小龙虾比较多，然后就去买了小龙虾什么的一些菜品，回来之后就要做。但是呢，人家一下到8点多才回来，然后说啊，我觉得迟到也无所谓啊。那我觉得，朋友与朋友之间是可以相互包容一下的呀，并且。人家之前也一直没有来过这个地方，然后第一次过来，那可能在外边留恋了一段时间，然后在外边看了一些好玩的，然后不及时回来，其实也可以理解呀。不是说我不理解，或者说是我不希望我们的朋友来拜访我们，那我朋友也来过吧，人家待个3、4天你就走了，而且人家也会说是拜访你们了，不好意思了，然后了带一些东西啊，或是怎么样的，就是很有边界感，人家也不会说是。住在咱那儿吧，这个应该算他的朋友没有边界感。我希望是可以通过他，然后跟他朋友交涉一下。就是男生的那种友谊和女生的有点不太一样，真的，而理解吧，见谅吧。你还有吗？也是朋友的这一类的相似的事情，就是你还记得我们俩刚在一起的时候，刚在一起没几个月吧？然后你的那个女闺蜜，就我很不理解，我们俩都在一起了，你们俩为什么还要晚上打视频呢？然后一打还是20、30分钟，1周你就要打好几次吧？但是我跟你解释过呀，但是你没有主动和我说这件事情啊，就证明你也是想隐瞒这件事情的，是我自己看到了，而且他还在。我都不想说，他还在短视频平台上给你发那些美女视频。但是我觉得，我们只是同学，只是朋友关系，然后一起从上学开始到现在，就一直认识。然后当时我也是想维护好这一层关系。如果我有一个这样的男性朋友呢？你觉得他是好人还是坏人呢？我觉得
不太好吧？那是啊，那我有这样的一个朋友，你就觉得不太好？那我觉得你那个朋友不太好，你为什么就说啊，我们两个只是普通朋友呢？你到现在删了没删，我也不知道。肯定删了呀，肯定删过了。所以说你说的每一句话我都有记在心里，然后我也都有去付出行动去改善，能够让咱们两个之间的关系达到一个更好的一个状态。有时候我在工作的时候，确实所接触的人会比较多一些，然后能接触到各种各样不同的情况。有时候在工作上也是会有一些压力，毕竟刚刚踏入社会，很想去找一个人去说一下，去分担一下，缓解一下压力吧。然后说呗，对，回去，所以说我回去我在跟他说的时候，就是能很明显的看出来，其实你并不想听。我不知道为什么，就是感觉你对我的这个工作状态、工作环境就是没兴趣。对，就觉得没有参与感。对，是的。其实我是想听到你安慰我几句也好。我不是说不想听你说或者怎么样的，你也说了你上班很累，那我上学我每天也早八晚八，我也很累，我在外面还要社交，然后我回来之后我也想歇一下，不想说那么多话，我自己也有烦心事，但是我不会一股脑的全部倾泻给你，因为我也不想让你因为我的事情心烦。但是我愿意去听啊。可能这就是我们两个处理这件事情不同的方式吧。还有吗？其实还有一点，就是在平时日常生活中，就是他是一个很强势的人。就是有时候在家里，在躺在床上，然后可能我们两个就是在都有空闲时间的时候，想休息一下，想放松一下，然后结果就是他就会去说。啊，那你去帮我干个什么什么事情？你去帮我干个什么什么事情？然后他就躺在床上。其实我干可以是可以，但是我也想休息一下。就是还有的时候，因为我是比较喜欢做饭的那一类，就是我没事就喜欢捣鼓那些吃的呀什么的。然后有时候做完饭之后，就端到他身边了，然后他就会，就是哪怕你说一句，哎呀，你辛苦了，你做饭辛苦了，你做的饭真好吃，然后但是每次把饭端上去之后，他就会说，啊，你这个不好吃，你辣椒放多了，你醋放多了，你盐放多了，就是我听不到一个赞扬、激励。对，是的，是这样吗？你只是实话实说而已，你们俩之间哪有那么虚伪，是吧？是。好就是好，不好就是不好嘛，关键还要入嘴，是这么想的哈。好，我帮你问个问题，姑娘啊。在武汉医馆里实习的怎么样？逐渐上升吧。好，行 ，OK， 那这个问题我就知道了。就是我觉得他还是要以自己的发展为重，包括这些生活的小细节，我觉得是磨合一下。虚伪的女人还是可以的。你们俩分手得了。在武汉，他如果跟你分手了，是留在武汉还是走？我还是会选择留在武汉吧。也就是说，第一个问题我们先解决了，你不要有那么大的压力啊，就是你也没那么大的魅力。现在武汉的魅力比你大，啊，或者说工作的魅力比你大。他是你心目当中的理想的伴侣型吗？不是吧？这女孩很冷静，对吧？是的。换而言之，就是很冷。是的。这是你能感受到的吧？能感受到。你感受不到她的热情吧？你描绘一下你心里面的那个女生什么样？女生自己去做对照，男生描述。其实我希望的，更是一个我平时在工作之余，能够听我说话，能够哄我开心，然后，当我在为他做一些事情的时候，他更愿意去赞扬我、表扬我，然后可以给予我一个最积极鼓励的一个态度，让我能更好的面对生活的压力。所以你都不是，对吧？你喜欢他吗？我喜欢。喜欢他什么？喜欢他细心，然后照顾我。你们俩在一起就是这样稳定下来住在一起，这种交往有多久？有1年半左右。
过去都是靠微信什么的，是吧？异地是吧？这1年半下来的感觉是什么？会觉得很压抑吗？有时候会有。你呢？我有时候会很生气，就是像这些事情抓狂。就是我有时候会跟他吵，但是他很平静。对。有点受不了。有的时候恋爱就是这样啊。爱情来的时候觉得什么都合适，温度退下发现这儿也不合适，那儿也不合适，好像总觉得缺一点什么，很别扭。这是很多情侣在这个舞台上的共性表现。你们听听老师们的建议吧，一起进入丘比特问卷。王红兄，我感受到你们的爱情谈得真很累，很生分，谈得小心翼翼，似乎都已经在准备爱情的后路了。比如说，他投奔你，来到了武汉，这不用解释，没有理由啊，因为爱，你担心爱情绑架，你担心自己承担责任。当然，他有时候说我是为了你来武汉，这完全不应该。作为一个男人，这是你自己做出的选择，无怨无悔。你在不管是任何的情景状态当中提这一句话，显然就是爱情绑架。我也想，即便今天你们在爱情保卫战分手，也会分得非常的平静，因为心中都已经没有爱的波澜了。谢谢。谢谢博宏兄。文老师，我觉得他们俩之间不是没有爱情，我觉得是有爱情的，只是他们的爱情，就是他们这个年纪的爱情，包括现在的这个社会环境下的大家理解爱情的角度跟我们那时候不一样。就是我比你们年长个5、6岁，也是从这个年纪过来的。其实他俩之间有一个认知差是什么？就是你们俩现在没有说人的不匹配，你们两个现在是情感价值需求不匹配。你想要的偏爱正好在他平淡的点上，他想要的偏爱正好在他平淡的点上。我并没有觉得他说啊，你不要跟我说你是为了我留在这里这个话，他说出来是想听到你说我为你付出了多少，而是你应该回答他说我就是因为你，所以我要这样做，非你不可。你其实可以好好说话，可以好好沟通的呀。你最开始来到这个城市，应该是奔着感情而来的吧？你只是来了之后，你才发现哦，原来你的这个你学的专业，在这个行业里面，在这个市场里面，在这个地域里面也是有发展前景的嘛？为什么不能说呢？他真的是想要逃避责任吗？我觉得不是。他如果真的想逃避责任，他今天不会站在这里。我觉得他们俩没什么大问题。我觉得我帮他们俩把彼此的话都说明白了，挺好的。来，曹老师。我听完之后啊，我感觉他们俩像合租的，真的，就确实是很平淡啊，就是朋友来的这件事儿，他们俩人一个主卧一个次卧吧，两个合租的啊。这会儿就是女生出来了，你的朋友住在客厅吵到我了，你看我的朋友来，拿了点东西看看我，进拜访又没有打扰你，然后他很自觉地走掉了。就是我根本想不到你们俩是同在屋檐下的情侣。就是合租的2个屋的人，只是我交我屋的钱，你交你屋的钱，但是你来朋友，你吵到我了，让我不方便了。你的朋友霸占了厕所，我该上厕所的时候他霸占了，我想去客厅的时候他在霸占，我不方便。你再看我朋友来的时候怎么，给我感觉你完全是这方面原因在吵架，其他的我也不知道该怎么说。反正你们这岁数吧，刚刚参加工作，哎，再琢磨琢磨。徐总。我觉得朋友这事儿也挺有意思的，就是你认为你的朋友做的没有问题，对吧？你认为你的朋友做的特别好，2类朋友，反映了你们俩是2类人。你们都想其实达到一个什么？我懂你，有默契。明明是远赴了武汉来投奔你，2个人应该距离更近。2个人住在一起，应该更加的了解，却反而越过越像陌生人。
不懂对方，甚至于可以到无话可说，就连他想说，哎呀，我是为了你做了哪些事，你赶紧说别说，我会有压力。就是你们中间隔着一层，却找不到一个可以沟通的一个桥梁，所以可能就会用4个字来形容你们之间的感情：无疾而终。我是比较悲观你们的状态，因为我听你们的这交流啊，我总是感觉无力感，就没劲儿。你们好像是老夫老妻了，我们好像在一起很久了，这日子已经过得平淡如水，有一方想走，却不知道什么借口走，好别扭。不行就搬出来，自己还在恋爱关系当中，但是自己多点自己的事情，好不好？就这样。谢谢曲总。来，帮帮团老师们。作为广电帮帮团，我自己个人认为，其实我觉得你们2个还好，没有说到就是要分手的边缘这种感觉。因为其实我觉得女生，你可以柔软一点，你不要这么硬。你需要他的关心，你就告诉他，就是没有谁能猜得明白对方怎么想。而且激情是不能当饭吃的。当你们真的步入婚姻的时候，可能你们过的就是这种生活，而且你要珍惜另一半跟你的分享欲，因为他一个人在武汉，他没有人可以说，他只能有什么事来告诉你，然后到时候你说，哎，你不要跟我说，然后你不要跟我说你为了我来了武汉，那他其实也很无助的，他的这些烦恼怎么办呢？我觉得你们应该都互相调整一下沟通方式。我觉得这个节目之后，就是你们好好聊一聊，然后其实就可以。我觉得。谢谢老师，来老师。作为广电帮帮团呢，其实我想说，男生你是学中医的对吧？就是我们一直在说弘扬这个中医，因为它是中华优秀的传统文化，它是国粹的文化，它不单单是一门可以治病的医学，它更是一门生活的艺术和生活的态度。以身和心的平衡，达到身心的健康。所以第一，我希望你给自己把脉，给自己开一副药方。因为在我们的印象中，学中医的男孩子应该是活力四射的、青春阳光的，先把自己修行一下。女生，你找了一个中医的男朋友，是一个宝藏，有待你去发掘它。就是慢慢的，其实你是离不开它的。就好像我们中国广电。一旦拥有，就离不开它。哎，谢谢老师啊！我只说感受，就是在你们2个之间，没有人愿意负责，不是对情感不负责，是不敢承担失败的责任，就没有一个人敢。注意看啊！我之所以问你武汉，我让你说那一段，我是让女生心里轻松一点。就是你别把自己看得太高了。文姬儿老师是从女性的角度说，在热恋中，女生要男生给出的肯定答案是说，我就是为你而来的。你看，我们是不是已经说了2种答案了？我的出发点是让你安心，文姬儿老师是想告诉你男朋友说，你这么说了，女生就心里就舒坦了。也许这是你要的，也许不是你要的。客观事实就是人家为了奔你而来的。这话错了吗？你先告诉我。客观事实就是这样。没错。没错吧？那他说了，你也应该坦然啊。你的坦然是说，你为我而来，我是真的值得你来，我是爱你的。至少现在我是爱你，这个阶段我是爱你，那你就告诉他，我谢谢你为我而来，我会珍惜这个情感，我们好好往前走，这事儿不就完了吗？就为这个破事儿在那儿较劲，为什么？谁都害怕承担所谓失败的责任，特别是女生。你对这个情感是不看好的，你并不笃定，这就是我认为你们的情感出问题的一个前兆，就在这个地方，就是你们自己去体会是不是这样。至少在这段情感当中，男人是有勇气往前迈的，好的；女生是我很对这段感情看得很重，我害怕承担，心都是好的。但是如果你们这么相处下去，是不是就是崩溃？我还是替你们担心。女生以后有什么你直接说，你不要绕，表达最直接的那一层意思，不表达第2层意思。让我们一起进入192就要爱
真情60秒。我从家自己一个人到达武汉，拥有现在的这些成就，确实是离不开你所给我的付出。我不后悔来到武汉，因为说实话，我确实是奔你而来的。我没有什么好遗憾的时候，我就是觉得能再给我一次机会。其实我知道你就是为我而来的，但是就像老师说的，我其实是不想承认，我不想担这个责任。其实也说中我了，但是呢，我决定采取老师的意见，我觉得我们两个可以说是先分开一段时间。这就是我想说的。谢谢两位，请回。哎，请回。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我们栏目的唯一官方报名热线是0223606301，有情感困惑的观众可以来电报名，不收取任何的费用，小心被骗。这可不好猜，年轻人有的说的都是上头话。但是有一点非常好，女生终于在60秒的时候，把平静背后那个波涛汹涌的话，她自己口中说出来了。我还是认为男出女不出。我猜双不出。曹老师，啊，我现在我不担心女生，因为女生刚才很肯定的说咱们分开一阵儿，她应该不会出来了。那我现在担心男生，大家预测是男生会出来吧？但是我是觉得他们俩这个性格跟沟通方式啊，男生如果听到女生很肯定告诉咱们俩分开一阵的话，男生没准也不出来了。我说双不出，男出女不出。行，我们来看看他们自己的选择，请开门。我们来看看他们自己的选择，请开门。这结果想到过吗？有想到过吗？暂时分开吧，也许是，正好都冷静，调整。有什么话跟他说吗？我希望我能调整好自己的状态，摆正好自己的心态，真正先把自己做好吧。哥们儿先不谈恋爱了，哥们儿先自己待一段，是这意思吗？你们以后把话都说全了，好不好？允许你重新说一次组织语言，因为毕竟人还在那儿听呢。这不过就是一次舞台上嘛，也许他就一时头疼脑热，他做了个决定嘛，对不对？你不能头疼脑热，你是男人，把你该说的话说了，放松了说出来，说心里话。我会做好自己，希望还有能跟你在一起的机会。这不就完了吗？我还是挺喜欢你的，我还想追你，你等着我来追你，是这意思吗？是的。去追呀，去呀，这边。本节目由中国广电天津公司独家冠名播出，看电视享五 G 选中国广电。再次的感谢中国广电天津公司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也谢谢您的收看和陪伴，我们下期节目再见。